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13号星期六，周末。这周末街上就清静，车就少。看昨天乌龙了啊！昨天那衣服不是落日赛道，今儿这是。我确实是这些事儿里，什么，不光是脸盲，对我对这些东西也挺不擅长，给人弄混了。但是就是有点像因为我记得落日赛道那个是有一个斜的杠，昨天那件是 MRC， 就是澳大利亚那跑团的朋友当时送的衣服，那粉也挺漂亮。而且昨天特尴尬，那衣服是第一次穿，我1个礼拜前就给拿出来了，因为那2天就开始暖和起来了嘛，后来又冷了，我就没穿。我从拿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以为是落日赛道的，因为它那 logo 是个田径场的俯视图，上面没有他们那个任何 MRC 的那个露出。然后昨天我回忆想，昨天刘铮老师跟我说，好像不是他们的衣服。我一看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得知道是谁的呀。然后我就跟那儿左翻右翻，也没翻到跑团的标志。然后呢，无意中有时候看朋友圈吧，一看朋友圈，想起来了，是那次在东京的时候拿到的。哎呀，真是的。所以给2个跑步组织都道个歉，好吗？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？因为昨天拿手机打背心儿打字啊，那系统的 emoji 那背心也带一斜道。今天是落日赛道，看今儿这不会弄错了，因为这儿有字儿啊。这件比昨天那件薄，然后风控比昨天那件多，可能在材料的怎么说材料的技术上用的是不一样的材料。今天又是回评论的日子，第4个训练日，又准备了评论的内容。真是1秒就入夏了，一会儿回评论，再给2个跑团的小伙伴们道个歉，真的不好意思，闹错了。小伙伴们看现在眼前的景色，日出后的大阪城。哎呀，小伙伴们，看见刚才的开头了啊，尴尬了啊！那视频怎么说呢？今天拍摄失误了，这加帽子上这卡扣多往下了一格，一直在拍地，录了个寂寞。那咱们重来吧，正好那个回评论这块在家跟大家聊啊。就准备这小条，哈哈哈哈。第一位啊，说，听视频，满嘴的京腔，看到一半发现，在日本好奇妙，确实是挺奇妙。我觉得全球化真的是一个，就我们生在了一个很不错的时代吧，就可以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，只要你想。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2015年，跟同事出差从北京去广州。我俩也没托运行李，下午的飞机，晚上就在广州吃饭了。觉得人类科技的进步真的是挺好的，真的是挺好的。就像现在，你一个跑步能记这么多的数据，这放在以前都是感觉不敢想象的，很可以。而且这个以前没有多远，像最早佳明能做 GPS 的手表，就是因为GPS 放宽了对民用信号的那个误差，才让这个事儿变得可行。我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，好像2000年左右，还是19几年的时候开始这样。以前民用的 GPS 是有很大的人工硬加的误差的。下一位小伙伴说跑800米，他写的是800米间歇，
350的配速，休息3分45。那这个按说您是不是跑的是亚索800？就看您那中间那3分45是跑还是停住了。说在这个强度跑7组都没问题，而且还觉得有余力。尝试呢变成340的配速，休息3分40，5组就不行了，觉得特别顶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看，6分半到5分半的配速没什么，5分半到4分半呢就难了一点，4分半到3分半就难好多好多。它就是你速度上升的越多，你每上升1秒压力就越大。但是呢，我的判断没有这么邪乎，就是您可能跑这7组和5组的这2次身体状态不一样。您的问题是说那是继续维持3、4、5能跑7组呢，还是往快的冲一冲？我给您的建议是冲一冲，像800米这种短距离的间歇，就是顶到极限会比较好。如果长一点，比方1.2、1.6或者2.4，甚至3.2，那讲究的是稳持续。马上是自己的首场比赛，准备了很久，目标就是想完赛，但是受伤了，就是因为受伤了，所以把目标定的比较低，就是想完赛。说能不能吃止痛药上场？能吃，因为你看大阪马拉松，你们看大阪马拉松那天的视频，早上起来在检录的地方碰见了大河原先生，他不是受伤吗？那段时间，现在他说还在疼，早上跟我说吃了止疼药。因为吃了止疼药呢，胃不舒服，我吃了胃药，然后上的场。就是这个不能说冒进，就是如果您的伤是急性伤，比方说崴脚，或者是事故，或者是什么，那真的就不要去比赛。如果比方像我现在这伤，或者大河原先生那种，就是他就是劳损，到这时候他发作了，你要用一些止疼手段应付一场比赛，我觉得 OK， 略微激进，可以。北京的杨树开始掉毛毛了，明天就是北京半程马拉松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北京其实春天秋天挺美的，但是比较遗憾的有几个点。第一个，春天秋天比较短，1秒就入冬，1秒就入夏。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杨絮、柳絮这个东西，南方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，在这儿的小伙伴们也不知道，北京到这个季节天上刮着漫天蔽日的那种大概这么大一颗球的，就跟蒲公英似的，但是不是那种，就跟棉花似的那种白色的杨树的那种毛毛。现在好很多了，就市区内好多这种会掉毛的杨树，慢慢的都已经，要不然就移走了，要不然就换成了别的树。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行。但是这个对比赛影响不大，对比赛比较影响大的就是北京这个季节会时不时的赶上大风天，而且这个季节呢几乎都是东北风，就是北风居多，略微偏东，就是这风从东北边穿过来。但是北京的半马呢，出发沿着长安街向东，然后呢到了建国门一路向北，直达终点。您可能就最后冲刺那一小段景观大道是北向南冲刺，但是一般这种风就是到中午或者到上午的时候会稍微小一点。一位小伙伴说看我2019年的视频，那问我那时候是不是比现在轻体重？是啊，那都5年了，那时候真的年轻啊，好控制。那时候我日常大概就是108斤，比赛106斤，现在可能日常是114斤或者115斤，比赛110斤。那男性过了35岁，只要不是那种身材，就是一看就是特瘦麻杆的那种身材以外，大多数人都控制不住。我都这么吃这么练，我也控制不住，挺难的。就感觉天花板在越往下压，原来是伸手能摸着，现在是就摸着了，就跟这边有个就是那个过街天桥，不是过街，从高架桥上过去，修的特别低。我一看那标识1.7米，我没问题，家属稍微差一点。手表给的训练建议觉得太轻松，是不是合理的？我一直觉得不管是谁家的手表给的训练建议都那么回事儿，就是这个真的没那么重要。其实普通人跑步，就包括我现在练到这程度，我觉得就是跑量和这个跑量是什么东西组成的。
就简单一点说，比方说想练到差不多的业余精英，一个月跑350到450吧，或者到500都可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您的训练呢，只要是3周至少2次强度课，间歇也好，变速也好，阈值也好，然后呢4周最少2次长距离。这长距离呢，还不是那种很慢摇的那种长距离，剩下的呢凑足这跑量，基本上都不大差不差，不会有什么区别。就是你跑3天10公里和1天8、1天12、1天8这么看似很科学的这么跑，对成绩影响真的不大。会不会有那种突然停下来眼前一黑的感觉？没有，您可能是强度太大了。其实你只要是身体健康的人，有时候人都有状态好坏，您挑战自己的极限肯定会不舒服，但这些都是一过性的，不用太担心。啊，菲比特那背心儿，小伙伴说会有些硬，是有些硬。那个他们特别重视这个东西，他们给我发这个衣服是没有露出的要求的，也不需要我评测，那就是想给反馈而已。而且现在国际快递好快啊，从中国寄过来3-2天就到了。不过就是可能有的厂商还不知道那个就是怎么寄送，因为那天还问我说，哪个快递公司能到？那寄日本的话 ，EMS 就可以，或者什么 DHL 都可以，像顺丰就算是高端的了。那衣服是有些硬，就是所以这个品牌的积累和研发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，慢慢来。但是那个硬呢，就是可能穿着比赛长距离会有点不舒服，平常跑步的话体会不到，就是它稍微就这个硬是什么意思？就感觉这个锁边啊什么的这种地方，它也不厚，就是材料比较硬。但是它那条短裤，就是那个带侧面兜那短裤，有一个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它的没有考虑到的一个点，就是它那个缝纫的那个线是在整个身材比较突出的部位，就比方说在臀部最宽处或者怎么样，这时候衣服的下摆会磨那个线，会有点起球。我已经拍了照片，回头再跟他们反馈。他们那天还跟我开了电话会，就听我的反馈，还是很在乎这事儿的。我觉得对任何品牌，只要是品牌是用心做东西，就像那天听高驰的那个播客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是像你看佳明深耕了这么多年的手表，亦或是像一些新进的品牌，都是不容易的。因为做这种东西，你就看似衣服是一张布，但是怎么说不好弄。4月21号的比赛，然后想问问比赛之后休息多久，什么时候开始下训？4月21号感觉上海或者是哪儿下训这事儿，一般我比较想给生活添加点仪式感的时候，下训就从5月1号开始。但是也要看您下一场的比赛，秋季的第一场比赛安排在什么时候。如果您下场比赛要到今年的12月，那您的下训就要调整一下，因为一般4到5个月对普通人来说准备一场比赛，要把自己练得比较狠。再坚持时间长，可能就坚持不住了。夏训和冬训其实对我来说就2周，就夏练39，冬练39，夏练3伏。抱歉啊，就那两周是奠定您精神意志的很关键的2周。就最热的时候，最冷的时候，在那时候努力练一练就好。为什么我从来不在400米的跑道上训练？没有啊。原来2019年的时候，之前在北京还去北工大的操场，因为从小我就觉得大学就是随便进的，挺好的嘛。因为都大学了，那么大都不是孩子了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对不对？后来不就进不了了吗？然后搬到昌平，发现那个未来科学城，那个体育场早上起来可以随便进，那跑了跑。到这边没有，这边其实很奇怪，就是至少在大阪啊，就每个国家风格不一样。他们这儿的中小学包括大学，他们的操场大多数都是一块巨型，就是长方形的黄土地，没有标识的那种，也大小不一。
然后我就那天跟家属聊着很奇怪，你说呢？我爱好体育，我想练100、200、400、800，怎么办呢？好像没有。那体育场呢，对民众开放的，你像东京有那个代代木，对吧？这边呢好像也没有市区内很方便的，可能我还不知道啊，只知道那个长居公园那个是可以付费的，但是他那工作时间就跟北京的天坛地坛一样，他那工作时间也是白天，那跟我的时间也不契合。就像我老说，为什么在大阪城这些跑步的朋友，这个跑团特别的开心呢？就是时间地点真的特别契合，年龄段也特别契合，就是这样，就没有。而且我其实更喜欢跑公路，我觉得公园包括大阪城这种，我都觉得没有公路好，只不过这边没有很多跑公路的机会。就是人适应环境，就应和了我们第一条评论，想要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，就得努力去适应不同的环境。因为有在这个环境生活舒适的人，如果您觉得这个环境不舒适，那要么是真的你适应不了，要不然就是你还没有努力去适应。这个好像我有时候也会说，我总说，在新加坡那段时间的各种环境对我来说有点不合适。那主要还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觉得他东西贵是因为我不够有钱，我觉得他太热了是因为我是北方人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回事儿。但是你们看我那个跑者一人食，那整个那么长一个系列都是在新加坡那个小出租屋里拍的，就我的每天的某一顿饭。那系列我有时候还拿出来看看，挺有意思的。那时候看着我是年轻瘦哈，现在很快，今年39，明年40，奔4了，4张的人了。行吧，那我们紧接着接我今天训练之后的片尾，走。4月13号星期六清晨7点12，训练结束啊，不到14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48，最快1公里4分33，心率142。1秒如下，热起来了。今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，明天休息日。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还是在直播间，咱们一起聊聊天。这4天的伤情其实能看到再有进步了。第一天的强度课，然后这3天也没有太巨大，对我来说是减量了，跟我平常比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巨大的减量和减强度。今天跑完有一点点感觉，然后明天休息，我们看情况。这周末得找一天去看柯南，昨天上映了在这边，但是这个它是没有字幕的，在电影院内也是没有字幕的，就连日文字幕都没有，就只能想办法努力能听。去年看的时候，因为知道故事背景嘛，勉强大概能看明白，然后后来等 DVD 出来以后，看了中文字幕的版本。今天看看，今天上午的时间不太合适，明天吧，或者下周找一天去看看。那这么着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，各位的评论和弹幕，所有大家发的，其实我都会看，然后有的呢我会文字的回，有的就会视频里跟大家拿出来聊聊。夏训呢，可能传统意义上说，从5·1开始或者怎么着都行的，没有什么太严格的。像热的地方可能早就开始下去了，是吧？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明天有比赛的小伙伴们都好运开心。那咱们今天下午直播间见。